没想到啊，你龙七敢单刀赴会，好谈不？说吧，那价值1个亿的货怎么赔啊？用我赔？我虎卫早就想尝尝你龙七的滋味了。那倒要看看你有没有吃得下我的本事。有，我怕你身上啊有武器。那我脱了衣服给你看。好啊，我要你啊，一件儿一件儿脱光给我看。你们都出去！好身材，真是极品啊！喜欢，老子喜欢。禁止的生意都敢做，死有余辜。哟，身材还挺好的。对，老大怎么这么快？我去看一看。老大被龙七杀了。不好了，老大被龙七杀了！给老大报仇！给我注意！不好意思啊。站住！走！不是你谁啊？你别耽误我送外卖啊！快走，再啰嗦弄死你！有人接应，一起上来！我不认识他呀，一帮凶神恶煞，我看你们怎么追上我！你怎么样了？没事吧？往哪看呢？小心我把你眼珠子挖出来！我看你肩膀上受伤了，快把衣服脱了吧。死老皮，找死！你不脱衣服，我怎么给你检查伤口啊？我好像冤枉他了。哼，谁让他说不清，活该。不准乱看！啊，保证不乱看。这女人真凶，谁敢娶？伤口，子弹很深，出血很严重，必须要立刻取出子弹，否则你会死的。把子弹挖出来！
用匕首挖子弹。你这有麻药吗？没有。没麻药怎么挖？子弹压在神经上会很痛的。用匕首刨开皮肉，找到子弹，拿出来。那得多疼啊！寻常人根本就忍受不了那种疼痛的。我会想办法转移注意力，让你挖就挖，别废话。匕首碰到子弹，疼都能把你疼死，你用什么转移注意力？这样可以让我暂时忘掉疼痛，还愣着干什么？还不快挖！哦，我。I'll take you to the moon and back. Backseat of my Cadillac. Start out slow, then play it faster. I'll fly you out to paradise. 要是再晚一点，这真的危险。 Close your eyes. I know what you fantasize about. 放开七哥！杀手又来了，你快跑！他与我素不相识，居然以命护我，这个男人我要定了。他是我的救命恩人，属下该死！你叫什么名字？陆明。你好，我是龙七。龙七，那个传说中杀人如麻、心狠手辣、执掌整个海城地下生意的龙氏商会的龙七，是我，你救了我2次，我要报答你。说吧，想要什么？黄金？不用，我救你只是碰巧路过，不能收这么贵重的礼物。那么，你想要美女？哎，不要，那个取子弹也是你自己坚强，我只是举手之劳罢了。不要黄金，也不要美女，人品不错，我决定了，让你做我的男人。啊？怎么？你不愿意？不是，那个我是一个没房、没车、没存款的外卖员，我配不上你。这些钱够不够花？这些房够不够住？这些豪车够不够开？我还有其他毛病。我做。很好，你们2个出去，在门口守着。我今天晚上就要洞房。天亮了，大嫂，大嫂，请用餐。那个，我还有事儿，我先走了啊。七哥，要不要抓回来？不用了，去查查他家在哪儿，我们去提亲。是。哥，昨晚你去哪儿了？我担心死了。我送外卖去了，单子太多了，所以没顾得上回家。哥，你要注意身体，
我们相依为命，你要出了事儿，我怎么办？我知道了，以后不会了。哥，你脖子上的红印是什么？坏了，吻痕忘记遮住了。没什么，哎，可能是蚊子咬的吧。七哥，你要娶她，我跟小白去提亲就行了。是啊，七哥，他要不同意，我跟小黑打断他的腿，还回来嫁给你。一听就知道你们两个不懂爱情。我要的不仅是他的人，还有他的心。我要用真诚打动他，用真情感化他。我要让他心甘情愿的嫁给我。狗男人，敢脚踏两只船！敢背叛七哥，去教训他！那是谁？这小子叫李猛，他舅舅是虎氏商会会长虎威。这小子仗着自己的身份作恶多端，哈哈哈哈！敢背叛七哥，这小子恶报来了！那就等等再进去吧。谁是老板？出来见我们老大。哎，我是店老板。这不是那虎氏商会的李莽吗？怎么又出来干坏事了？我们可惹不起，走了走了。三位有什么事？该交的费都交了吗？什么费用？物业费、水电费、垃圾清理费、消防安全费、经营许可费、网络费啊，还有卫生费。这些费用啊，我已经交给房东和相关部门了，这里是收据。他是他，我是我。可是我已经小伙子，你想在这儿做生意，就必须给我们虎氏商会交钱，否则我说让你3更倒闭，你绝对撑不到5更。我和妹妹还想在这里生活，就当花钱买个安稳吧。好，这费用我交。这不够，这是这个月我赚的所有钱，真没了。哦，是吗？你不是还有一个妹妹？没有。小子，我踩你点踩很久了，你的店铺我了如指掌。你要多少钱我交，只要你放了我妹妹。这小哑巴长得倒挺俊俏。说实话，我还没试过哑巴呢，要不直接抵账了。他说什么？那女孩是他妹妹。是呀，七哥，陆明喊的确实是放开我妹妹。小子活腻了，敢动我的男人，走！是。站住！放开我妹妹，我跟你拼了！他奶奶的！我站开！你敢打我，给我摁住他，老子今天废了他！姐姐，你别管我，快跑！我今天一个也走不了。我告诉你，我今天先废了你，再睡了他。敢动我的男人，找死！哪个混蛋敢拦老子？你是龙氏商会会长龙七。让你自称老子，让你嚣张跋扈，
谁让你欺负我男人？龙七，我就是虎氏商会会长虎威，你敢打我，你死定了！虎威的弟弟胡猛我都敢杀，还不敢打你个小虾米？小黑，打断他的腿！是，你要干什么？你别过来啊！小七，你打断他的腿，他会来报复我的。以后我这生意还怎么做呀？要不把他放了吧？亲爱的，你说的对呀，我怎么没想到呢？既然不能打断他的腿，我就知道你不敢打我怎么样？那就杀了吧。什么？小黑，把它装进麻袋里，绑上石头，直接沉江。龙七，你不能杀我！龙七，我就不会放过你的，龙七！七哥，龙会长，我们都是听命行事，求求你饶了我们吧！为虎作伥，助纣为虐，一个断手，一个断脚，扔！龙爷，饶命啊！龙爷，饶命啊！你是陆明的妹妹，我是龙七，你可以叫我嫂子。嫂子，我们俩，我绝不允许你们在一起。陆明，他芊芊以前受过伤，只能听不能说。妹妹，我是真心喜欢陆明的，你放心吧，以后我们两个结婚了，我会把你当做亲妹妹一样疼爱，送你出国治疗。结婚？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你俩都要结婚了？芊芊，我是昨天送外卖意外救了他，他非要跟我在一起。哥，你发过誓的，不再跟帮派的人有任何瓜葛，你忘了吗？当年要不是咱爸陆惊天混帮派，妈妈就不会死，我也不会养。我知道，我没忘。我不管你什么原因，立刻跟他断了关系。可是小七跟其他帮派的人不一样，我和他……我不管，反正我不允许你找一个帮派女友。陆明，你们在说什么？离我哥远点，我绝不会同意你们在一起。陆明，你也是这个意思吗？我……陆明，要我还是要他，你只能选一个。我两个都。七哥，老会长电话。喂，我知道了，我马上回来。亲爱的，我现在呢要回家处理一点事情。本来呢今天是要向你求婚的，但是却被搅和了。不过没关系，等我回来再商量吧。求婚？求什么婚？我可没答应跟你结婚啊！我哥不会娶你的，你就死了这条心吧。他不娶我，那我就娶他，彩礼我都带了。大嫂，我们送来彩礼，黄金1箱，名表10块，豪车10辆，海景别墅10套。把这些东西都拿走，我哥是不会娶你的。陆明，你妹妹为什么这么讨厌我？小七，我妈之前就是死于帮派，我妹妹也是因为帮派混战才养的，所以她才这么痛恨帮派的人。原来是这样，放心，我一定会让芊芊消除对我的成见。我对你的成见永远不会消失，你就死了这条心吧。
哦，是吗？无论怎么样，他陆明都是我龙七的男人。这亲爱的，戴上了我的戒指，就是我龙七的人。你这辈子都别想逃出我的手掌心。你要是敢跑，锤死他！拜拜。你竟然跟他谈婚论嫁了，哥哥，我对你太失望了。都是他逼我的。既然你不喜欢他，我们现在就离开这座城市。哎，小七，终于肯见爸爸了。找我什么事儿？快说吧，我赶时间。小七啊，不是妈妈说你和周家公子周云海的婚事，打算逃到什么时候去？江心妹，我还没有承认你这个小妈呢，你不配管我的事情。怎么跟你小妈说话的？一点教养都没有。五位，不能得到小七的认可，都是我不好，你别怪她。你看，小妈还替你说话。小七，我告诉你，要么你和周云海结婚，要么我就保你去嫁人。龙五威，我已经有男人了。你说的是那个送外卖的？我不同意。你同不同意我不在乎，我喜欢就行。我已经是他的人了，明天就是领证。你敢？我龙七想做的事情，没人拦得住，你也不行。要是敢嫁给他，我亲手剁了他。龙五威，你动他一根手指试试。你一心想让我嫁给周云海，我就是想把龙氏商会送给他江心妹母女做聘礼吗？龙氏商会是我妈留给我的，我绝对不允许落他人之手。嫁给谁由不得你。来人，绑他去嫁人。看谁能绑得了我！你想做什么？想跟老子打架吗？小七啊，都是一家人，何必动刀动枪的？你爸爸让你嫁人，也是为了你好。闭嘴吧你！你嘴上说着为我好，却暗地勾结虎氏商会，意图谋划我的龙氏商会。我是绝对不会让你得逞的。冤枉五位，我从来没有勾结虎氏商会。小七，小妈对你忠心耿耿，你却污蔑她。污蔑他？我现在就把他就地正法！你敢拿枪指着你小妈？来人，把她给我绑了！你们两个给我打！小七，你不能杀他，他绝对没有勾结虎氏商会。五位，你就让小七杀了我吧，以证清白。既然你求死，那我就杀了你，以绝后患。慢着，小七，你不是想嫁给陆明吗？我给你一个选择。五爷，你可要为莽哥报仇啊！瞅你那熊样，是谁把你打成这样子？李莽呢？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虎爷，我们今天去一家花店收钱，谁知道那是龙七想好开的，龙七不分青红皂白就把莽哥打了一顿，又给莽哥沉枪了。沉江，龙七又当我是龙七，前2天杀了我弟弟，今天又杀了我外甥，我跟他的仇恨不共戴天。所有人听令，随我一起杀了龙氏商会，我要灭了龙七。走，胡会长，不要冲动，江湖不是打打杀杀，靠的是智慧。刘师爷，
平日里你机端最多，你倒是说说，我怎么才能灭了龙七，为我弟弟和我外甥报仇？龙七不是有个相好的吗？我们就从他下手，让龙七牢底坐穿。哥，你还愣着做什么？赶紧收拾东西啊！芊芊，能不能不走？我们好不容易在这里立足。我看你就是还在想那个帮派女友。我告诉你，我不同意，赶紧收拾。这么着急走，这是想跑路？你要给我什么选择？你要选择嫁给周云海，我就把龙氏商会完全交给你；如果你选择陆明，那你就彻底退出龙氏商会，不能带走龙氏商会的一个人，一分钱。你们是谁？你就是龙七看上的男人吧？也不过如此啊！倒是这个妞长得倒挺不错的。又是龙七，肯定是他惹祸，牵连到了我们。你们到底是谁？这位就是虎氏商会会长虎威。你们来这儿做什么？干什么？报仇！给我砸！哥，这就是你找帮派女人的下场。我们跟龙七没有任何关系，请你放了我们。这小哑巴长得倒是挺俊俏，不如跟了爷我吧？啊！臭哑巴，你敢咬我？看我打不死你！臭送外卖人，滚！我们跟你们无冤无仇，你们为什么冲进来又是砸东西又是打人？无冤无仇？我实话告诉你，这龙七杀了我的弟弟外甥，你正好是他相好的，我要杀了你们，为他们报仇！龙七杀的人确实跟我们没关系，我哥也早就已经跟龙七撇清关系了。是吗？那我怎么听说他就是龙七的男人？我和我哥最恨帮派中人，他是绝不可能娶龙七的。最恨帮派中人，那这事儿就好解决了。您大人有大量，这就放过我们了。我的确该放过你们，多谢，多谢。不过什么？不过你们得替我做个证。作证，证明我们跟龙七没有任何关系是吧？没问题，我们作证。只要你们帮我做个证，证明亲眼看到了龙七杀了我的弟弟吴满和我的外甥李莽，我亲手把龙七送进监狱判了死刑，我便可以放了你。这样也好，就能彻底摆脱那个女人了。好好，我签，希望你们说话算话。芊芊，这上面都是污蔑龙七的罪证，这可是作伪证，我们不能签字。龙七就是混帮派的，他怎么可能没犯罪？你不签，我签。芊芊，来。
还是这小哑巴识时务啊！哎，签吧。这上面都是污蔑龙七的罪证，我是绝不可能签字。哥，你签了字就能彻底摆脱龙气，你快签啊！你签不签，我由不得你。来人，按他签字。胡威，你这样强迫我，等龙七来了，定会灭了你。龙七，他来不了，不可能。龙七知道我有危险，定会回来救我。龙七被他爸爸绑着要嫁给周少，你这个臭送外卖的还在这痴心妄想呢啊！哥，她都要嫁人了，你还护着她做什么？快签啊！怎么可能？龙七那么爱我，她是不会嫁给别人的。我要等她，就算你等到天荒地老，她也不会来的。她一定会来的，就算她来了，也是送死。来呀，按着她签字。我不签。割了他的手，让他按血手印。住手！放开我男人！放人！还他妈愣着干什么？放人啊！亲爱的，你没事吧？有没有受伤？我没事。他能一个人闯进来救我哥，对我哥是真爱。不过，我还是不会接受他，这些麻烦都是他招惹的。龙七，你一个人来，就不怕我一枪毙了你，为我弟弟和我外甥报仇吗？我单刀赴会，独闯你们虎氏商会总部，杀胡某后全身而退。你觉得我会怕你们区区几个人吗？这是你相好签字作证的罪证书，有了它，我就能让你接受到死亡的制裁，一样可以为我弟弟和我外甥报仇啊！小七，这罪证书都是子虚乌有的污蔑，我没有签字，我妹妹也是被胁迫的，根本就不具备法律效应，你别信她。亲爱的，我相信你是不会背叛我的。这上面已经有了他们兄妹俩的签字，龙七，你死定了！是吗？龙七，这么多人看着呢，杀了我，你也活不了。你手上的罪证书已经没了，拿什么威胁我？混蛋！混蛋！你们三个把他给我拿下！虎卫，你们虎氏商会的人，还真的个个都是酒囊饭袋呀！亲爱的，亲爱的，你说我是打断他的手呢，还是打断他的腿比较好呀？小七，打打杀杀影响你的声誉。况且我也没受伤，要不就算了吧。我家亲爱的就是心善，听到了吗？你们可以滚了。龙七和虎为火并，有利于我掌握虎氏商会，必须让他们打起来。会长，我们就这么认怂吗？那我们以后还怎么混呢？他龙七再强，也不过就一个人。
我们外边有上百号的兄弟呢，叫进来，弄死他龙七。对呀，龙七，别以为我怕你，你信不信？只要我一声令下，就能让你死无葬身之地。百人而已，我龙七可不是吓大的。小七，他们人多都是冲你来的，你快走。亲爱的，你对我真好。虎威，尽管叫人来，我龙七要跟他们单挑。好好，你既然作死，那就别怪我了。来人，给我弄死他！嘿嘿嘿嘿嘿。来人啊！来人！他们不会来啊！黑白双煞，你的那帮怂货已经被我全干掉了。不可能！你们2个人怎么能打得过本人呢？就那帮废物，还没怎么打，人家全跑光了。他们可是对我忠心耿耿的人，怎么可能离我而去？啊！你们想炸我？密码！刘师爷，去看看。是。去。该死的，果然没人了。没想到龙七2个属下的战斗力这么强，不行，我得找机会溜走。有的青山在，我才能伺机夺取虎氏商会。你们2个怎么来了？不是说好都留在商会吗？七哥，我们生是你的人，死是你的鬼。你们2个不愧是我龙七的兄弟，够义气。会长，那群废物果然跑完了，要不我们也撤吧？什么？这群没用的废物！等我回去，我打断他们的狗腿！虎威，你可以滚了，我说话算数。你没事吧？会长，就这么走了，那么商会的面子可就彻底完了呀！抓住那个小哑巴，还能逆转局势。我怎么没有想到呢？给我来！否则我杀了你！哥哥，救我！你不要伤害我妹妹！虎威，你要不放了就崩了你！看来这小哑巴你们还是很重视的。龙七，把枪给我放下，还有他们2个，否则我先让他死！没了枪，龙七就没了倚仗，他才不会为了我放下枪。好，我放。他竟然放下了枪。虎威，只要你放了他，你提什么条件我就答应，也能保证你安全的离开这里，我也不会追究今天的事情。会长，不趁机敲诈龙七一笔赔偿费的话，那胡猛会长和李马那岂不白死了？对，龙七，我让你交出龙氏商会1半的家产，我才能放他。这个我不能答应你。哥，你看到了吧？在他的眼里，钱比我的命重要。小七，求求你救救芊芊，那笔钱就当我借你的。你以为我把钱看得比他的命还重要吗？在你眼里，我就这样的人吗？陆明，七哥为了你已经脱离了商会。七哥现在一无所有了。那个商会是你母亲留给你的唯一遗产，你竟然脱离了商会。你和芊芊都不喜欢商会的人，我就彻底脱离了商会。他为了我们，竟然退出了商会。小七，是我误会了你。没关系的，怪我自己没有说清楚。你今天要是不放了他，你今天走不出这个房间。你都已经不是商会的人了，我更没必要怕你了啊！现在我要杀了这个小哑巴，然后再灭了你们所有人！住手！
到临头了，还有什么要说的？胡威，你的仇人是我，你杀了他也不能替你的弟弟和外甥报仇，不如这样，拿我当人质。又想耍什么花样？如果你杀了他，手上便没有了筹码，我和小黑、小白一定会杀了你。如果你拿我当人质，小黑、小白不敢拿你怎么样，你可以胁迫我离开这里。对呀，等我胁迫龙七离开这里，我就杀了他，给弟弟和外甥报仇。对你这么有利的事情，难道你不做？好，答应。他为了救我，竟然选择牺牲自己。他果然跟别的帮派中人不一样，是我错怪他了。小七，这样做对你太危险了，我不同意。亲爱的，你是我男人，芊芊就是我的亲妹妹，我不去救她，谁去救她？不过，你得答应我一件事情。你说，什么事我都答应你。我救你跟芊芊，你嫁给我。好，我嫁。你们两个啰嗦够了没有？赶紧过来给我当人质。走。又怎么了？怕你身上藏有武器，衣服脱了，慢慢走过来。怎么不愿意？那我现在就杀了他，大不了鱼死网破。好，我脱。好，我脱。小七，不行！你闪开！够了吧？不够，继续脱。够了吧？小七，都是我害的你。虎威，羞辱我七哥，迟早让你死无葬身之地。虎威，我发誓，可以不死不休。我就是羞辱他了，你能奈我何呀？不够，继续做。小七，都怪我无能，才让你受辱。亲爱的，这不怪你，要不是因为我，芊芊也不会陷入到危险之中。他都是为了救我才受辱的，我之前对他太过分了。够了吗？不够，不够！我就是要看你脱光的样子。我让你救芊芊，我让你叫我脱衣服，让站！陆明、芊芊，没吓到你们吧？芊芊，你没受伤吧？七哥，他死了。作恶多端，死有余辜。呸！七哥，刘师爷不知道什么时候跑了。小角色而已，跑就跑了吧。把这些人给我清理掉。是。芊芊，你没受伤吧？我没事儿。小七，谢谢你。就口头上说，不来点实际的呀？你说你想要什么，我全都答应你。那你亲我一下。啊？就知道，哎，男人的嘴啊，骗人的鬼。下的真乖，我也赏你一个。行了，现在天色已晚了，我就先走了，拜拜。哎，小七，你别走。芊芊，小七脱离了商会，他已经无家可归了，
能不能让他就住在这里啊？不行。亲爱的，我房产无数，你不用担心我的。七哥，你名下所有的房产和财产都还给盛慧了。七哥，现在出去就只能住桥洞了。多嘴。倩倩，你就让他留下来吧。哎呀，亲爱的，芊芊不喜欢我，你就不要为难她了。啊，走了。只能住1晚。他说什么？我妹妹啊，她这是刀子嘴豆腐心，她已经同意你留下来了。真的吗？哎呀，太好了！小黑、小白，我现在已经离开商会了，你们2个别再跟着我了。七哥，你不要我们了。七哥，我们是老夫人留给你的人，我们不属于商会，只属于您，我们绝对不会走的。我现在一无所有，你们也要养家糊口，跟着我没饭吃的。哎，七哥，我吃的少，1碗饭就够了。我吃更少，半碗就够了。我的话都不听了吗？让你们滚，你们就给我滚远点啊！七哥，你打死我们，我们也不走。七哥，我发誓，我生是你的人，死是你的鬼。小七，他们2个忠心耿耿，要不然就让他们留下来吧。他们俩留下，那我们住哪儿啊？小黑、小白，我现在有一项秘密任务交给你们。什么任务？我离开商会之后，江心妹肯定会胡作非为，你们2个就给我当卧底，我要掌握龙氏商会的所有情况，保证完成任务。亲爱的，芊芊妹妹，你们都出去吧，我来给你们露一手。小七，你会做菜？瞧不起谁呢？哎，这砍人跟砍菜也没什么区别吧？哎，要不算了吧，还是让我妹妹做吧，她做的菜好吃。你说我不如你妹妹，鸡没有剁了你？没有没有，我不是这个意思。行了，你们都出去吧，就等着吃我的龙氏美食吧。出去吧。好。哥，他能行吗？我怎么知道呀？哥，这是打催的第8个碗了吧？哥，厨房不会被点了吧？我去看看。小七，没事吧？放心吧，没事儿。菜来喽！当当当当！完了，肯定是黑暗料理了。哇，小七，你的厨艺也太好了吧！哎，等等，这盘菜不是你的，芊芊。这盘菜啊是芊芊的，他对我还挺好。那我的呢？我的呢？这盘是你的。啊？这什么？你不想吃？不是。不是什么？难道我做的不好吗？我觉得小七做的菜色，香，
味儿。拒绝。哎，太好吃了。好吃你就多吃点，全部吃光。亲爱的，好吃你就多吃点，全部吃光。哎，这是我俩的，你吃你自己的去。我突然觉得饱了，我去洗碗。你要是敢不吃完，把你牙全都给敲掉。啊，我吃还不行吗？龙七，你只能睡这里啊。芊芊，我的房间可以睡下2个人的。不行，你们2个必须分开睡，要是不听话，我就把龙七赶出去。小七，芊芊就这个脾气，你别往心里去。要不你睡房间，我睡这儿。不行。让谁睡房间呢？自己睡觉，掐死你自己睡啊！我哥好久没有这么开心过了。米儿，你是怎么把龙七赶出龙氏商会的？龙武威被我迷得5迷3道的，我只不过略微挑拨，就让龙武威把龙七赶了出去。哎呀，梅儿果然是好手段呀！7日后，龙武威跟我大婚，他会把龙氏商会当做聘礼送给我。龙七杀了虎威那个蠢货，现在虎氏商会已经是在我们的掌控之中了。等你拿到龙氏商会，我们龙虎合并，我便可以对那个号称最大商会的陆氏商会一较高低。文昭，人家这么努力的帮你，你不会辜负我吧？哎，我刘文昭对天发誓，要是有一天辜负江七妹，定遭天打雷劈，不得好死。人家相信你了呢。今晚啊，就别回去了，我们好好亲热亲热，庆祝我们的成功。讨厌。刘师爷，好雅兴。你们是谁？你过来，我告诉你呀。梅儿别怕，张爸，你想造反吗？造反？你想当虎氏商会的会长？问过兄弟们了吗？哼，虎威、胡蒙2位会长已身死，商会里最强势的人是我。这个商会会长不归我管，归谁管？虎威、胡蒙2位会长被龙氏商会害死，你不想着为他们复仇，只想着争权夺利。我不服啊，兄弟们也不服啊！我们不服，我们不服！可恶！文昭，这个人敢带头造反，弄死他！他是商会的3当家，实力仅次于我，现在弄死他还不是时候。你想怎么样？我想怎么样？只要你杀了龙七，为2位会长报仇，这会长的位置给你坐也不是不可以的。好，7日后我会手刃仇人，给2位会长报仇。龙七身死之时，便是我掌权商会之日。龙氏商会兵强马壮，龙七心狠手辣，我借他们的刀宰了你，这龙氏商会便是我说了算。好，我等你7日，好哥哥。兄弟们，咱们走。哼，梅儿，
能不能杀死龙武威和龙溪，就靠你了。龙武威果真要娶那个贱人，还要把龙氏商会送给他。我妈妈真是爱错了人。哎，你干嘛要撕了你爸爸的结婚请柬呀？我才不要参加他们的婚礼呢！可他毕竟是你爸爸。再者说了，难道你不想夺回你妈妈留给你的龙氏商会？你能接受我帮派的身份吗？哎呀，这段时间我早已经调查清楚了，龙氏商会在你的经营下早已经步入了正轨，从未做过任何伤天害理的事情。好你个陆明，居然敢调查我！我这不是为了让芊芊尽快打消对你的误会吗？然后呢？我才能顺理成章的娶你啊！亲爱的陆明，你给我记住了，不是你娶我，是我娶你。啊，是，你娶我啊！那咱们现在就去婚礼现场夺回龙氏商会。等我夺回了龙氏商会，把它送给你当彩礼。龙七果然来了，正好把你们父女俩一网打尽。去，让刘文昭包围宴会厅，准备对龙氏父女动手。是。媚儿，这龙氏商会就是我娶你的彩礼。龙氏商会终于到手了。媚儿，愿意嫁给我吗？他不愿意。李文昭，你来干什么？我的婚礼不欢迎你！来人，把他赶走！媚儿，快下令把他赶出去！老东西，我为什么要把我的情郎赶走呢？你们什么时候搞合在一起的？这两个狗东西联手骗了龙氏商会。龙武威，我和媚儿原本就是夫妻。20年前，我们为了爬上金钱和权力的高峰，我加入了龙氏商会，从一名服务员到如今掌握了商会。而我加入了虎氏商会，从一名司机到如今的掌权者。这对狗男女隐藏20多年，就为了今日夺权。看来今天避免不了一场大战了。亲爱的，你快离开这里，带芊芊离开这座城市。不，我要与你共进退。傻瓜！江贤妹，不要得意忘形，龙氏商会只会听我的号令。来人！龙氏商会现在在我手里，听话者工资翻10倍，不听话者死。见过张会长。混账！我才是会长。财帛动人心呐，龙武威，你怎么连这个道理都不懂？来人，杀龙武威者赏100万。张会长，他毕竟是龙氏商会的前会长，现在就杀他，赏1000万。人活着不能只为了钱，还有道义。赏10亿。我来杀，哪轮到你？我来杀他！混账！反了，都反了！已经来不及了。小黑、小白，我命令你们带陆明离开这里。我不走。记住，我们也不走。连我的话也不听了吗？老夫人把我们俩留给你，就是为了你的安全。我们谁也不走。想让我们走的话，除非现在要杀了我们。蠢货！陆明，你不走，芊芊也会受到牵连，你不为他考虑吗？
小白，你带我妹妹离开这个城市，我和小黑留下来保护小七。这还不快去！七哥，等我安置好芊芊小姐，再来和你们一起战斗。芦苇之死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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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芦苇之死。你们要杀他，问过我了吗？小七，你不该来，是我害了你。你看看你找的什么样的女人，天天背着你找男人，还骗走了你所有的家产。是我眼瞎看错了人。小七，你快走，别管我。走？你觉得他走得了吗？我在虎威、胡蒙两位会长的灵前发过誓，势必杀龙七，为他们报仇。本长，等杀了龙氏妇女，这2个商会就彻底落到我们的手里。哼，到时候把2个商会合并成龙虎商会，那个号称地下皇的陆氏商会的会长陆惊天也会忌惮我3分。陆惊天，我哥他们呢？我看不懂你在说什么，不过七哥陆明天有难，必须带你走。陆惊天，陆明有危险，快来救他！哎，快走吧！你们还愣着干嘛？上啊！我看谁敢上前一步！只要你们杀了龙氏妇女任何一个人，都赏1个亿。我虎氏商会再追加1个亿。兄弟们，2个亿，几辈子都花不完，杀！通通给我住手！这不是送外卖的那个小瘪三吗？就凭你，也想阻止我杀龙氏妇女？真是螳臂当车。陆惊天是我父亲，你们要是敢动小七1根汗毛，我让你们9族覆灭！哎呦，堂堂地下皇陆惊天，怎么会有一个送外卖的儿子啊？你这骗术实在是太低劣了。想吓唬我们，你也太可笑了吧！那你们看看这是什么？啊！陆氏商会掌门扳指，你当真是陆惊天的儿子？我说的当然是真的。亲爱的，我知道你想救我，可是这种诈术太低端了，是骗不了他们的。现在这种情况，只能杀出去了。小七，我没有骗人，我和妹妹就是为了逃避帮派生活才搬到了这里。今天如果不是因为救你，我是绝对不会暴露这个让我厌恶的身份。亲爱的，你对我真好。够了，别演戏了。就算你爹是陆惊天又如何，他也救不了你们。没错，别说陆惊天那个糟老头子远在千里之外的天津，他就算是在县城，我也不会怕他。你都得死，把他们压起来！我今天就要大开杀戒，亲手干掉你们！送外卖的，先从你开始。拿一个破扳指就敢唬我，真该死！砸碎陆氏掌门扳指，将死无葬身之地。我倒是想看看，到底是你先死，还是我先死？陆明，放开我儿子！
你是什么东西，竟敢阻止我教训这小子？刘文昭，陆景天已经站在你面前，你都认不出，还说要跟他争天下？什么？你就是陆惊天？没错，放了我儿子。小姐，你没事吧？没事，陆明，他真的是你爹吗？才不喜欢认他。文昭，你不是说以现在我们龙虎商会的实力，根本不需要怕什么陆惊天，干脆我们当着他的面杀了陆明和龙姬立威，以后我们就是天下第一商会。敢当着我的面呀杀我儿子，你当我陆景天是纸老虎吗？你当我陆景天是纸老虎吗？梅尔说的对，我龙虎商会要想扬名的话，就从杀你陆惊天的儿子开始。来人，把他给我摁住！看谁敢动他！这女娃娃好功夫啊！你是陆惊天，这是我的女儿，被你儿子拐走了。哼哼，我儿子好眼光，有乃父之风。当年我陆景天也是用这样的方式拐走我心爱的女人的。你别在这里吹牛了，还不赶紧让你的人把这些废物都清理掉？我还以为你这么多年都不会跟爹说句话了呢。要不是怕小七有危险，我才懒得跟你说。护妻狂魔呀，跟你爹当年一个样。陆惊天还有脸跟我提护妻？罢了罢了，往事不提了，给我拿下！混蛋！你真当老子会怕你吗？兄弟们，给我上！龙氏商会的人想要活命，统统给我放下武器！我龙武威保证不追究金钱这事儿。我才是龙氏商会的会长，杀光他们，增加5个亿。江心妹，龙氏商会永远只能姓龙，你算什么东西？他手上的龙氏合同已经没了，是生是死都在你的一念之间。刘文昭，大势已去，你还不束手就擒？我才不会向你臣服的！兄弟们，给我杀出去！哼哼，现在想走晚了，就在5分钟前，你的人已经在外围被我扫干净了。给我上！混账！不把我放在眼里，我不介意。但是你敢公然绑架我儿子，这笔账我要给你算清楚。陆会长，我知道错了，我愿意为我的错误买单。你说个价，多少钱我都愿意赔，只求你保我一条小命。能屈能伸，还是个汉子，也难怪能从一个司机爬到现在这个位置上。还有我也不想死。文章，你肯给我花钱的，对不对？你说多少钱？多少钱我都愿意赔。你能不能买到你的命，我说了不算，而是由我的儿子陆明决定。陆明啊，小七，这2人的命就交给你了啊！陆明，我们无冤无仇，你不会杀我的，对不对？无冤无仇，你忘了你之前是怎么进的我家？是我的错，我愿意进行赔偿，多少钱都可以。你伤我妹妹，还意图杀龙七，这2种无论哪一种我都不会放过。可是我没有对他们造成实质性的伤害啊！这就足够我要了你的命。哇！心狠手辣，杀伐决断，果然是我陆景天的儿子。看来这陆氏商会非你继承不可。谁要接手你的商会？小七，那个女人就交给你了。小七，我可是你小妈呀！这些年我们有功劳也有苦劳，求求你饶了我好不好？小七，我可是你小妈呀！这些年我们有功劳也有苦劳，求求你饶了我好不好？
意图夺取我妈留给我的龙氏商会，勾结外敌，摩拳篡位。张心妹，你觉得你还能活吗？喂，你是爱我的，对不对？你舍不得我死，对吗？江献梅，这些年我对你言听计从，花钱无数，你却背叛我，你觉着我能放过你吗？龙威，什么所谓的言听计从？你还不是馋我的身子？什么花钱无数？还不是以主子的姿态对我的打赏？这些年你有对我有过一丁点的权利吗？江献梅，要摆正你的位置，你本身就是我养的一只金丝雀，你死就死在你意图染指不属于你的权利。原来我只不过是一只金丝雀，那你……原来我只不过是一只金丝雀。原来你一直藏着这一手，龙威，你到底有没有爱过我？小七啊，是我老眼昏花，看错了人。陆明对你处处维护，看得出他是个好男人。你选男人的眼光可比我选女人的眼光准啊！哼，我当然比你好了。爸老了，从今天开始决定退出龙氏商会，把商会彻底交于你手上。有了他，谁还想要你的龙氏商会呀？你自己留着，慢慢养老吧。陆明，我们走。慢着！你还有什么事？小小的龙氏商会，我儿媳妇不想接也就罢了，但是陆氏商会，你必须给我记仇。陆惊天，我是不会接手陆氏商会的。我永远忘不了我妹妹是怎么受的伤，我妈妈是怎么死的。爸知道，当年有些事爸做的确实不对，但是你们离开之后，爸立刻改组了陆氏商会，我保证陆氏商会现在已经是正经企业。是不是正经生意？这已经跟我没有任何关系了。什么叫跟你没关系？我这么多年的打拼，不就是为了让你们兄妹可以有一席之地吗？少在那儿逞英雄！我跟我妹妹根本就看不起你这所谓的家业。小姐，我们走。好。会长，真不让少爷继承陆氏商会了吗？桀骜不驯才是我陆景天的儿子。对了，找几个人暗中保护好他们兄妹俩。是。哎，菜齐了，准备开饭。吃啊，怎么都不吃啊？那个小姐，我还不饿。不饿也得吃，否则给你推大段。我吃，我大口吃，我大口吃。七哥做的饭菜真好吃，真羡慕陆明，今天能吃这么好吃的饭菜。哦，那个你们要喜欢吃，可以经常来。小七做的饭量大，我一个人是吃不完的啊。我做的饭菜，他们以后都吃不到了。好。小黑、小白，你们以后就不用再跟着我了。什么？七哥，你又不要我们了？七哥，我们哪做的不好，你跟我们说呀，我们都可以改。哎呀，坐下。我不是不要你们了，只是我龙七决定金盆洗手，以后跟陆明过平淡的生活。七哥，我们也可以给你过平淡的生活。是啊，七哥，你们卖菜我帮你吆喝，你们种地我们帮你耕田，多好啊！我原本也是打算让你们继续跟着我，可是经过这件事情之后，我发现龙武威两鬓斑白，我是不能在他面前尽孝，所以小黑就麻烦你帮我去照顾他了。小七，这种事儿别勉强。我知道，所以我不勉强你，就是询问你的意见。七哥，既然如此，那我就帮你在老会长跟前尽孝吧。七哥，那我也去给你当卧底，万一再给你找个小妈，我提前弄死他。龙氏商会早就是正经的商会了，做的都是正经生意。小黑去那里刚好可以攒钱，娶个老婆，过幸福的生活。七哥，那我是不是一直可以跟着你？你还有重要的任务，芊芊。
这是什么？这些啊，都是我这些年攒的钱。哦，你放心，都是干净的钱。我在国外找了最顶尖的专家，他跟我说，你的嗓子还是有治好的可能的。哥，这是真的吗？当然是真的了，这可是小七好不容易才找到的，你要珍惜这次机会啊！谢谢，谢谢。不用跟我客气，我是你的嫂子，这是我应该做的。小白，芊芊去国外治病的这段时间，你负责当她的24小时贴身保镖，你要像保护我一样保护她，明白了吗？明白了。很好，一切安排妥当，我们开饭吧。啊。周云海，是我，你是江永二？没错。真没想到还是个大美人啊！电话里你说你能帮我得到紫金，是的，你为什么要帮我？因为龙七和陆明他们杀了我妈妈江心梅，还有爸爸刘文章，我要替他们报仇。我帮你报仇，能得到什么好处？你的未婚妻被一个送外卖的小瘪三抢，我帮你抢回来，这难道不是在帮你吗？就算你不帮我，我也一定要把龙七给抢回来。没点好处，我可不和你一场。这里呢是100万作为酬金。我周少可不缺你这点小钱呐。那你想要什么？美人谁能不爱呢？我想要的当然是你这个人了。放心，等你跟我联手复仇完之后，我保证啊，整个人都是你的。到时候我就要跟你还有龙七，咱们一起双宿双飞。只要你听我复仇计划，我保证龙七还是你的人。那不是龙七吗？小七，这就是你那个闺蜜颜玲？没想到竟然是个大美女啊！说一遍。我的小七是天下最美最美的女人，是不是？这还差不多。小七，这就是你给我炫耀了好久的男朋友陆明。跟莹打招呼。嗨，你好。陆明，你怎么龇牙咧嘴的？不舒服吗？没有，我舒服的很。初次见面，那我请你喝杯酒吧。这是咖啡厅，没有酒。我带了。这随身携带红酒？小七，不是我说你，有了男人以后不约酒馆，约到这什么咖啡厅，真的烦死了。是商会的人就应该去酒馆呀。我已经退出商会了。什么？你退出商会了？你之前最喜欢商会，你怎么舍得呀？打打杀杀的日子我是过够了，现在我只想跟陆明过一过平淡生活。为了一个狗男人就放弃自己的生活，我怎么不知道你现在恋爱脑了呢？你不懂。行，我不懂。来，我们喝酒。喝什么喝？这都没有开酒的工具。谁说没有开酒工具？开一瓶酒而已。她一个弱女子竟然徒手开酒瓶！瞧你没见过世面的样子，她可不是什么弱女子，她是严氏商会的千金。哦，小七身边果然没有一个是正常人。嘀咕什么呢？你说小七最体贴，最温柔，这还差不多。你算是捡到宝啦。我说你怎么找了这个家伙谈恋爱呢？原来是长了一张甜言蜜语的小嘴啊！该不是这张嘴把你给迷住了吧？陆明的好处啊，可不止嘴甜呐。是吗？这么极品的男人，小七，借我玩2天。啊？
玩我？对啊，玩你。我又不是玩具，不能随便玩。你们男人在我们眼里就是玩具而已。怎么样，小姐，借不借？什么东西都可以借，唯独陆明不能借。你不借我还不稀罕呢。来，我们喝酒。燕玲，你也老大不小了，是时候该谈谈恋爱，该嫁人了。我们认识的人你还不知道吗？不是像大壮这样5大3粗头脑简单，就是打打杀杀刀头舔血的，哪有什么正经人？怎么谈恋爱？要不……哎，你又看我干嘛？哎，小七刚刚可是说了啊，不会把我借给你。要不你看看你身边有没有什么好朋友、好兄弟，介绍给我认识认识。我看行，打电话叫人。这不好吧？怎么，觉得我的闺蜜配不上你的朋友？哎，没有，绝对没有，是我的朋友配不上你闺蜜严小姐。那还不快点打电话？是。免提。喂，陆明。喂，有啥事儿啊？没啥事儿，给你介绍个女朋友。给我介绍女朋友？真的？啊，对呀，我什么时候骗过你啊？你要给我介绍的是谁啊？小七的闺蜜。龙七的闺蜜？那个心狠手辣、行事歹毒、杀人不眨眼的龙七？混蛋！她的闺蜜能是什么好人？陆明，你这是要害我呀！我要跟你绝交！他这说的话全都是污蔑啊！绝对不是我教他这么说的啊！有意思，我倒真想尝尝你们这些小绵羊的滋味。你不是有个室友长得挺帅吗？给他打。兄弟，别怪我，不是兄弟不仗义，是兄弟也没有办法。哎，慢着，不用打了。小七，你敢阻挡我的意愿，跟你拼了！陆明，你这一次呢，只需要把人忽悠过来就可以了，不用跟他说是介绍相亲对象，更不用说是我的闺蜜，要不然又给人吓跑。你聪明啊，还得是你。陆明，赶紧打电话。兄弟，这次看来是保不住你。陆明，你这家伙怎么想起来跟我打电话了？我们好多年没见了吧？你过得好不好？我挺好的，挺好的。那个啥，我有什么事你就说呀，吞吞吐吐的。上大学的时候你帮过我不少忙，我们可是好兄弟。是。哎呀，其实也没什么事儿，就是想请你到海湾餐厅吃个饭。你小子这是发达了呀！我要好好宰你一顿，你等着我吧。他马上就来啊！我倒要看看这个小子长什么样。趁现在龙七身边的黑白双煞不在，我过去对他下手。愚蠢！你也不看看龙七旁边是什么人？那个人可是严氏商会的千金严玲，他下手比龙七还狠了。你现在过去就是送死。再等等，看他们还会干什么？我早晚要把他送上我的床。高帅，这儿。坐。哎呀，有美女在场呢。自我介绍一下，我叫高帅，是陆明的好朋友、好兄弟。你现在笑得那么欢，不知道等会儿你还笑不笑得出来？龙七。啊，对，不用怀疑，这位就是龙氏商会的龙七，我女朋友。好帅呀，我感觉自己恋爱了。严玲，别犯花痴了，那口水都要流下来了。你好，我叫严玲，严氏商会的严玲，很高兴认识你。我也很高兴认识你。陆明，你怎么认识这两个女魔头的？你是不是被绑架了？放心，哥们儿豁出命会救你出来的。真是好兄弟。不过我没有被绑架。那你叫我来做什么？把你介绍给严玲当男朋友。什么？亲爱的，我好像喜欢上你了，来离我近一点。我忽然想起来，
我家猫在跟我家狗打架，我得回去劝架。再见。还真是有点淘气呢，不过我喜欢。大壮，去把他抓回来。是。真是有点调皮呢哈。哎，坐下。我坐。你这是要害死我吗？我真是瞎了眼认你这个兄弟。哎呀，兄弟，我也没办法，我也是很无奈的。不行，我不能断送在这两个帮会女人手里，我要逃走。我劝你不要想那些有的没的，现在最好的方法就是什么？顺从。我呸！我才不要像你一样当个卑躬屈膝的面首。亲爱的，你们在聊什么呢？我什么都没聊呀，我们老同学没见面，唠家常。我想起来，我家马桶好像漏水了，我得回家修马桶。再见。这家伙还真是一点都不老实啊！亲爱的，你不喜欢我吗？没有啊，喜欢的很。那你为什么要逃走？我没有逃走，我就是回家修马桶去了。骗我的男人，可都没有好下场。没有，我可没有骗人，是吗？我已经派人去你家调查了。我再也不敢了。燕玲，你对男人还是太温柔了。是吗？你可是第一个说我温柔的人呢。要是我的男人敢跑啊，直接腿打断。我不跑，我发誓，我肯定一生一世都陪在你身边，永远都不跑。果然还是小七御夫有术啊！还不赶紧给我垂肩！是。这个男人不错，我已经感受到了爱情的滋味。我看你是缠人家身子吧？我就是缠他身子了，怎么啦？亲爱的，跟我回家吧。啊，我能说不吗？你说呢？怎么跟我回家不开心？开心的很。真乖。幸好刚才没动手，这个颜玲也是个可怕的女人。现在啊，就只剩下他们两个人了。我现在去把陆明引开，然后呢，你只要能让龙七喝下这杯咖啡，我保证啊，他今天晚上就是你的女人。放心吧，对付女人，我手拿把掐。那个小七，我朋友不会有事吧？怎么？你怕严玲吃了他？没有。那我去给你点一杯你最喜欢的卡布奇诺，多加糖。不好意思啊，真的不好意思啊，我刚才在打电话没有看到，不好意思，我给你擦一下吧。没事，我去洗手间清洗一下就可以了。哎，
好意思啊，我刚才给你衣服弄脏了，要不然你脱下来我帮你洗洗吧。没事的，这衣服也不值钱。哎呀，这怎么能行呢？我帮你脱。哎呀，真的不用不用。我美吗？男女授受不亲，姑娘请自重。江云儿这小娘皮还真媚啊，竟然把陆明这小子给勾引走了。只要龙七喝下这杯咖啡，我就先把龙七给睡了，然后再慢慢收拾江云儿。周云海，你来做什么？这家咖啡馆是我家开的，怎么见到你未婚夫你不开心呐？什么未婚夫？我可不认。当初可是你小妈和你爸定下的这桩婚事，怎么你想反悔？我反悔怎么了？江心妹已经死了，至于龙虎威，他定的婚事你找他去，找我做什么？脾气还是那么火爆，我还是那么喜欢。等，我错了，我错了。我警告你，你要是再敢对我动手动脚，就废了你的手。好，我不敢了。你来找我做什么？我只不过是看你一个人，来请你喝一杯咖啡。喏，这不是你最喜欢的卡布奇诺吗？请吧。我有男朋友，我劝你不要再对我动什么歪心思。一杯咖啡而已，我能对你动什么歪心思？不喝。小七，我毕竟是你未婚夫，这么不给面子。行了，我喝了这杯咖啡，你滚开可以吗？好，只要你喝下这杯咖啡，我立刻马上消失。你可以滚了。好嘞。我说你可以滚。周云海，你敢对我下药？你敢对我下药？龙七，我看这一次还怎么逃出我的手掌心？哼！内锁，没想到你还挺沉啊！龙七，从我第一次遇见你，我就深深的被你吸引。这身材，这长相，这颜值，是我找这么多女孩都没有遇到过的。今天我就要享用这个小辣椒。哎，还敢打我，我揍不死你！亲爱的，大白天的，你把人家放在沙发上做什么呀？是不是想对人家做坏事啊？这个大坏蛋！这江源儿给的药还不是简单的让他昏迷，只是让他精神混乱迷糊，这样倒是多了几分情趣啊！我喜欢。亲爱的，你说你喜欢什么？我说喜欢你。人家我喜欢你。那我可要对你不客气了啊！哎呦，龙七，你装的是不是？你故意耍我的是不是？啊！故意什么呀，亲爱的？你怎么能凶人家呢？人家好怕哟。亲爱的，你这眼睛怎么了？你怎么还流血了？你还有脸问？这不是你打的吗？啊！打？哦，你喜欢人家打你啊？啊，那可太好办了。你喜欢人家打你呀？那可好办了。啊？怎么回事？是不是药效不够？不行，我得想想办法。哎，有了！我看你这次还怎么逃！
亲爱的，你要干什么呀？跟你做游戏啊，做那种很坏但又很爽的游戏。好玩，我要玩。哎，亲爱的，你这是干什么呀？等会儿你就知道了。你有完没完？看你这次还怎么踢我！哎呀，这位小姐请自重，不就是衣服脏了，没必要这么隆重的偿还吧？实在是不好意思啊，我看你长得特别像我的初恋，有些情不自禁了，对不起。那也没必要这么偿还吧？我陆明也不是那么随便的人。你是不是生气了呀？没关系，你可以打我，你可以打我出气的。哎，行了，我陆明从来不打女人，你走吧。那你原谅我了吗？可是你的衣服我还没有赔给你呢。我都说了让你走了，算了，你不走，我走。哎，周云海应该得手了吧？小七去哪儿了？他不会不跟我说就离开的，肯定是出事了。哎，你好，我问一下，你知不知道坐在这里那个女孩去哪儿了？哦，你说的是那个又凶又漂亮的女孩吗？哎，对，就是她。刚刚有个男生来找她了，两人不知道在说了些什么，好像那个女孩还喝醉了，然后就被那个男生扶着上楼了。喝醉了上楼，小七肯定出事了。哎，楼上是什么地方？楼上是酒店。我看这次你还怎么踹我？热，好热，好热。好啊，药效上来了。小七，马上就不热了啊！周云海，怎么是你？你怎么又清醒了？这药效还真是让人琢磨不到。不过，既然你清醒了，我可就更兴奋了。放开我！放了我！放了你？那你这母老虎还不吃了我？绑着你就更好了。我可以先吃了你啊！周云海，你要是敢碰我一下，我让你去发誓，绝对不会放过你的。你还是先过了我这一关，再看看放不放过我吧。果然是极品。放开小七！放开小七！小七，你没事吧？好热。该死，他竟然敢给你下药！你敢坏我好事！你小子真该死！放开小七！混蛋，你找死！让你打小七，我让你打小七，我踹死你！我踹死你！这个混蛋，居然敢踢我的宝贝儿！混蛋！踹死你都活该！小七，怎么样？你没事吧？我没事，我好热。我这就带你走，走。这怎么回事？怎么弄得一片狼藉？还不是你出的馊主意，要不然我会被揍得这么惨啊！周少，我已经都拖住陆明，又给龙七下了药，这你都办不成？我不管，刚才没跟龙七吸了那口气，现在你来了一样。你别忘了，我们已经提前约定好了，只有等复仇完之后才可以。我管你什么约不约定的，我现在就要！我不行了，我不能做男人了，我不行了。什么事儿都做不成，真是个废物。
周少，你别忘了，是龙七和陆明害得你这么惨，你我对他的仇恨都要天高比海深。龙七、陆明，我要杀了你们！说不定你解决了他们，你的病也能不药而愈呢。你说的有道理，江云儿，你说吧，要钱还是要人，我都支持你。我的要求只有一个，把他们两个一起绑在我面前，我要亲手弄死他们两个，以解我心头之恨。放心吧，我最近会悄悄的跟踪他们，然后把他们两个找个机会绑到一起。好，抓紧时间去办吧。我会的，我对他们的恨只会比你多，不会比你少。行，你走吧，我要找更多的女人试试，我这里到底还行不行？啊，好无聊啊！还是以前打打杀杀的日子，惊险又刺激。怎么又想重出江湖了？我还不能怀念一下呀？喂，小七，在家做什么呢？无聊呗。我要邀请你和陆明到我家吃饭。哟，太阳打西边出来了，怎么还邀请我们去你家吃饭？当然是要感谢你们。不对，是特别要感谢陆明给我介绍了这么极品的一个男朋友，高帅。极品？看来你是对那个小子很满意啊。不是很满意，是十分满意。行了，我先不说了，你们赶紧来吧。是你那个闺蜜啊？高帅怎么样？有没有被折磨死？我闺蜜是魔鬼吗？怎么会折磨女朋友？他俩好着呢，邀请我们去他家吃饭。嘿，亲爱的，你说你来都来吧，你带什么礼物呀？祝福你俩呗。来坐。我跟你说啊，我算是知道你为什么想要退出江湖过平淡的日子了。这2天我算是体会到了寻常日子的快乐，搞得我都想退出江湖。等你过了小半年，你就会怀念以前打打杀杀的日子。听我一句劝，千万不要有这种想法。怎么，你倒是怀念起以前的日子了？想当年啊，我是手拿2把菜刀，一人杀入敌营，管他对方几百上千人，我一顿砍瓜切菜般把敌人杀得一个屁滚尿流呢。高帅呢？这是高帅。亲爱的，你做的饭棒棒的，我最喜欢吃你做的菜。宝贝，我也最喜欢给你做菜了，我享受这种家庭主妇的身份。啊，那我们简直是天造地设的一对呢。我厨房还有点事，亲爱的，你们先吃着。么么哒，么么哒。你真的是高帅吗？陆明，你可得好好尝尝我的手艺。高帅，你变了，你堕落了。陆明，你不懂，这叫爱的沉沦。我现在有点后悔把你拉入这个深渊。好兄弟，这怎么能叫深渊呢？我还得感谢你呢。反倒是你怎么不早几年把严玲介绍给我？这样我还能少走好几年弯路呢。你这是什么意思啊？我跟你说，我现在过得可幸福了，出门都管我叫大嫂，坐的都是几百万的豪车，出入的都是高端场所，谁敢不敬重我？严玲上去，啪，那就是一巴掌，这日子多爽啊！高帅啊，你以前可是说要靠自己的奋斗登上那个财富之巅的。那都是年轻不懂事，说着玩的。现在的日子多香啊！可是这是需要你付出代价的。什么代价？我只需要在家做做饭，伺候好我亲爱的，这就行了。这不比你送外卖还得看别人脸色强啊！我竟无言以对。高帅，你是不是
真心话，你要想逃走，你跟我说啊，实在不行，我可以找龙七帮你求求情啊。哎，不用，我说的肯定真心话。要有一句假话，天打雷劈，不得好死。哎呀，可是我觉得你，亲爱的，你说的太对了，我简直最爱你了。亲爱的，你是想挑拨他俩关系，让高适离开严凌吗？我没有啊。好了，我们去吃饭吧。陆明，幸亏刚才我机智，差点被你害死。我也不是故意的。哦，你们先吃。这层楼刚好有个邻居要我送外卖，价格给的贼高，我去一趟啊。就是这儿了。你好，您的外卖。哎，怎么是你啊？还真是巧啊！要不进来坐坐？啊，那个不是很合适吧？哎呀，这有什么的？上次我把你的衣服弄脏了，本来就很抱歉。现在外面天气这么热，你要不进来喝杯冷饮？算了，不是太合适啊。那你要是不进来的话，我就给你差评了。啊，那……哎呀，逗你玩呢，进来吧。给你喝。上次的事情啊，你先说。那我先说吧。上次的事情真是不好意思啊，我一直想找个机会给你道歉来着，没想到今天这么有缘，我们又见面了。我都说了，上次的事情就让它过去了。没想到送个外卖都能遇见，真的是缘分。哎，都过去这么久了，陆明怎么还不回来？他不是说是去的同一层的邻居家吗？送外卖那么辛苦的工作，就别催他了，等他送完肯定就回来了。不行，我得去找找他。你们先吃啊。龙七来了，正好可以让你们误会离间你们的关系。陆明，小七，小七，你听我解释，我跟……这就是你说的送外卖是吧？是把你自己送到这个女人的怀里来了吧？小七，我真是来送外卖的，刚刚是他……够了！被我抓到陷阱就算了，你还敢狡辩？我想要的是一心一意爱我的男人。既然你脚踏两只船，那我们就分手，你滚吧！小七，你听我解释，我真的……小七，陆明，你女朋友好凶啊！要不然你跟她分手，我做你女朋友好不好？你是故意的吧？别有用心的女人，滚开！小七，小七，小七，你在哪儿啊？这次误会大了，微信拉黑，手机删除。这个城市这么大，我要怎么才能找到你？好你个陆明，我为了你退出商会，我把我上所有的钱拿去给你妹妹治病，你居然敢背叛我，狗男人！狗陆明，你居然敢爱上别的女人！狗男人，狗男人！哎，明明是我说的分手，为什么这么难受呢？老七，这次你逃不掉了。陆明，是你吗？小七，你在哪儿啊？陆明，我知道龙七在哪儿，快上车！真的吗？太好了！小哥哥，
小七，小七，还真是个痴情的种子。周云海，把这个女人给我弄醒，这样才好玩。得嘞。陆明，这怎么回事？小七，我跟这个女人什么事都没有，她故意让你误会我，然后离间我们，把我们绑到这里来。周云海，你这个混蛋！这个女人是谁？自我介绍一下，我叫江云儿。江云儿，你就是江心妹的女儿。我之前一直听说过她在国外，但是没有见过面，没想到你竟然回来了。我这次回来是为了报仇。江云儿，江心妹是我杀的，与陆明无关。你要杀要剐，冲我来，把陆明给放了。小七，你说什么呢？说好了同气连枝，要生一起生，要死一起死。龙七，你只知道江心梅是我妈妈，却不知道刘文昭是我爸爸。你们两个，一个杀了我妈妈，一个又杀了我爸爸。你觉得你们两个今天谁能逃？混蛋！原来你是那个贱人跟那个废物的女儿，他们死有余辜。死到临头了，嘴巴还这么硬。周云海，上！得嘞。周云海，你打女人算什么本事？有种冲我来！你以为老子不想打你吗？啊，陆明，上次你踹飞了老子的大宝贝儿，我打死你！周云海，你要是敢动陆明一根手指头，信不信我弄死你？龙七，现在你是我的俘虏，就算你是一只老虎，现在也是一只没有爪牙的老虎。你以为我会怕你吗？啊？周少，你的宝贝是因为龙七才坏掉的，说不定啊，你现在试试就好了呢。说的有道理啊，我这就试试。周云海，你要敢碰我一下，跟你没完！哎呦，我就不碰你了，你能拿我怎么着？混蛋！等我松开绳索，我一定会弄死你的。我现在也不会放过你呀。至于你能不能活到明天，还不一定啊。现在就让我好好响应响应你说的。周云海，你个混蛋，你要干什么？你还敢撞我？你个狗东西，找死！周云海，你有种冲我来！你打他干什么？他又没惹你。你打他干什么？他又没惹你。没有惹我。好，好，好，那我今天就跟你们两个好好算算账。龙七呀，龙七，上次我明明给你下了呀，你还那么烈性，一会儿捶我一拳，一会儿踹我一脚，我马上就要得手了。就是陆明这个兔崽子坏我好事，你不但坏我好事，还对我拳打脚踢，还踢坏了我的大宝贝儿。你们两个都是坏东西。龙七，今天我就要在你身上试试，我的宝贝儿还能不能有？陆明啊，陆明，我今天就让你看看我玩你的女人，你到底是享受呢，还是难受呢？你是个混蛋！你是个混蛋！你给我去死！去死！小七，我带你走。不好意思啊，你们两个今天恐怕走不了了。陆明，你不用管我，你先走。行，我倒要看看刚才还说要生要一起生，死要一起死的两个人，到底是怎么抛下自己的爱人，一个人苟且偷生的。谁是他的爱人啊？陆明，我早就已经不喜欢你了，你赶紧给我滚啊！走啊！人家都说了不喜欢你了，你怎么还不走？小七，说好了同气连枝，我就跟你生死与共。江云儿，我束手就擒，你放了小七。我束手就擒，你放了小七。哼，你们这一对神仙眷侣还真是令人感动啊！周云海，把他给我绑起来，给我绑死了，千万别让他给我跑。云儿放心，这次就算是一头牛，他也挣不脱。过来！你要是再敢挣脱，老子就打折你的腿！陆明，你
么那么傻？能跑一个是一个，大不了以后你为我报仇雪恨就是了。我情愿跟你一起死，也不愿意看你死在我面前。哪怕是报仇，我也没办法面对没有你的日子。傻瓜！感动啊，真是太感动了。云儿，你说这么感动的两个人，我们应该怎么像猫洗老鼠一样折磨他们呢？当然是把他们两个所有资产都给榨干了，然后呢，再把他们慢慢的给弄死，这样才好玩。他们能有什么资产？你不知道龙氏商会吗？我知道啊，可是龙七已经退出龙氏商会了，现在商会跟他没有1毛钱关系。这你就不知道了吧？龙氏商会现在表面上是龙武威在掌权，但实际上那个老头子已经把龙氏商会转到了龙七名下，只不过他还不知道而已。爱女心切呀，看来龙武威还没有老糊涂。哼，龙武威这个老家伙原本是准备把龙氏商会给我妈妈，在大婚之时被龙七搅了局，这才落到他的手里。我现在拿回龙氏商会，只不过是物归原主吧。签吧。江云儿，龙七已经退出了商会，你就算逼迫他签了合同，你什么也得不到，何必白用功呢？龙武威和我妈妈相处多年，对他的性格更是了如指掌。他这个人呢，就是对家人心软，对爱的人更是愿意付出一切。江云儿，龙武威之前确实说过要把龙城商会给我，但是我没有要，我已经把龙城商会留给他养老用了，所以我是不会签的。你的嘴还是这么硬，你不签也没关系。我呢，可以先把你的一只耳朵或者一只眼睛割下来，然后连带着合同一起给龙武威寄过去。你们猜一猜，龙武威见到这些，他会不会让出商会呢？疯子！你们这群疯子，有本事冲我来！你瞧瞧，你瞧瞧，我只不过随口说几句，你的情郎就这么生气。我呀，就喜欢看你们这群人被戏弄却无可奈何的样子，实在是太有趣了。云儿，你果然够狠，不过我喜欢。小七，快签了吧，我可不想睡没有耳朵或者没有手指的你，那体验感是大打折扣了啊！你就算是要了我的命，我也是不会签的。我说了，那是给龙虎威养老用的。哼，嘴真硬。亲爱的，你不会觉得我这个决定自私吧？当然了，无论你做什么决定，我都支持你。哼，那你就别怪我心狠手辣了。你的左耳上有一颗痣，你说龙武威他会不会认出来？慢着，周少有何吩咐？云儿，要了他一只耳朵，实在太过于残忍了。你可是答应过我的，等我们把他们抓起来，咱们3个一起双宿双飞。你这样做，实在是有点影响我的心情了。你想让我放了他？那怎么能放呢？龙七是一只老虎，放虎归山，对我们都没有好处。那你想干什么？我的意思是，是不是还有别的办法逼迫龙七签字呀？这办法嘛，倒还真有一个。张元儿，你要干什么？你有什么事，冲我来！你们两个越是郎情妾意，我就越兴奋。你要干什么？张元儿，你不要碰他，给我滚开！陆明，我承认你确实很优秀。当时我说你像我的初恋，那也是真的，没有在骗你。可惜你是我的仇人，要不然我还真想跟龙七抢一抢。张云儿，陆明是我的男人，你给我滚开！滚开！你瞧瞧，我呢，只不过就亲他一口你就炸毛了，那是我要当着你的面杀了他呢。
江源，你给我把刀拿开，否则我杀了你！我刚才已经说过了，我要龙氏商会，我要你在合同上签字。小七，不能签。那个商会是你妈妈留给你的，也是你留给你爸爸养老的，你不能签。不签，那我就杀了你，当着龙七的面杀了你。我倒要看看，在他心里，到底是你更重要，还是他的龙氏商会更重要？小七，我知道你是最爱我的，但是你不能丢失商会了。我签。小七，糊涂啊！你明知道江云儿她不会放过我们，你为什么要丢失商会？陆明，从我第一次见到你，你冒着枪林弹雨来救我，然后又在没有麻药的情况下帮我一吻取出了子弹，在我龙七的心里就已经认定你了。无论在什么情况下，你在我龙七心里永远是第一位。你们的感情还真是令人感动啊！龙七，你把他放在第一位，你对他是真心的，那你把我这个温夫放在什么位置啊？周云海，你给我滚开！是个奸夫！周云海，你打陆明的每一下，我都记在心里，你迟早有后悔的一天。少废话，周少，赶紧让龙七签字。签吧。你把我手绑着，我怎么签？给我解开。好，我这就给你解开。只要我手脱裤子，你两个垃圾死定了！慢着，云儿有什么吩咐？龙七武艺高强，你把他的手解开，你是不是不想活了？那他怎么签？给他解开一只手，另一只手绑在椅子上。哦，这个女人太精明，不能坐以待毙，必须想办法脱困。可恶，这个女人太聪明了。差点就上了这个女人的当了。签吧。签吧。不能签！你又想闹什么幺蛾子？别管他，继续签字。刚才你折腾我，等会儿就要好好折腾折腾你，让你知道知道我的手段。签吧，我的耐心是有限的。给。这就是我刚才踹他一脚的利息。长儿，你好狠！我打死你！江云，放了你，否则就杀了你！云儿，救我！你觉得我会在意他的死活吗？江云儿，你什么意思？我们是盟友，你就这么看着他杀我啊？龙七，我可以不在乎他，但是你能不在乎陆明吗？好，我已经放了周云海，你也放开陆明。你个臭娘们儿，我好心好意的帮你报仇，你这么闹的啊？我不干了，你自己在这儿吧。我走了。愚蠢！我要是不像刚刚那样做的话，那龙七怎么会放你？万一他在脱困，你觉得我们两个是他的对手吗？你说的有几分道理，算了，原谅你了。好了，不要再废话了，龙七，如果你再敢耍什么花样的话，那我就一刀了结了他。签吧，别耍花样啊！签就签。哈哈哈哈！云儿，龙氏商会是我们的了，那现在是不是要把它让给我，让我享受享受啊？不着急，把这个也签了。陆氏商会，那可是整个大夏最强的商会，商务会长是令人闻风丧胆的陆惊天，要干什么？
没错，我要陆氏商会，我要代替陆惊天，成为权倾天下的一代女王。疯了吧？你拿这个合同让谁签？谁签了能有用？你肯定还不知道吧？陆明就是陆惊天的儿子。什么？当初要不是陆惊天带着一堆人闯进我家，我父母也不会死。现在他的儿子刚好落在我手上，当然得要好好利用一下。原来陆明是陆惊天的儿子，我……周云海，我的确是陆惊天的儿子。陆惊天的手段你应该也知道，得罪了他是要灭门的。你现在放了我们，我保证陆惊天不会找你麻烦。这周少，你不要被他给骗了，他只是在骗你。陆惊天确实可怕，我有点害怕。我有点害怕。富贵险中求，你想想，你在周家呢，只不过是一个不受宠的少爷。但是如果你成为陆氏商会和龙氏商会的核心骨头，那你将会有数不清的资产，还有无数的资源。那个时候，你将会是什么地位？那我在家族里就一言九鼎，就连家长不，就连老祖宗都得对我言听计从的。没错，所以啊，该冒险的时候，我们就应该放手一搏。更何况胜利的天平在我们这儿。对呀，陆明还在这里绑着，让他签字，还不是轻而易举？你们也太天真了吧！你们觉得陆惊天好歹是一代枭雄，他会认你们签的这个字吗？对呀，陆惊天这种大人物可不像龙武卫一样传，那女儿随便一句话他就抛家舍业了。那你还是不够了解他。你知道陆惊天的软肋？据我所知，陆惊天的妻子死于商会，他的女儿也因为商会变哑，所以啊，他对陆明有非常深的愧疚。当初他还想把陆氏商会给陆明接管，但是陆明没有接管。你怎么会知道这么多？毕竟他是我的仇人，我当然对他的底细了如指掌。好了，不要再废话了，赶紧让陆明签字吧。小子，你还愣着干什么？你知道的，你这一次逃不过去了。我要是不签，你能把我怎么样？我看你是找打。周云海，你打他的每一下我都记在心里，我一定会让你死得很难看。龙七，你都死到临头了，你还是先顾好你自己吧。签字。我不签。陆明，我刚才就简单的威胁一下你，龙七可是连他老爹都不要，就直接签字了。那你们两个感情这么好，那我是不是简单威胁一下龙七，你也会乖乖签字的，对不对？卑鄙无耻！陆明，不要管我。哎呀，不好意思啊，我刚才手上的劲道不小心加大了，它就流血了。要我猜，你肯定也不想让我手上的力道继续加大吧？好，我签。你们别伤害龙七。我就知道你肯定会屈服的。周少，解开他一只手。你找死！小七，周少，我们两个必须要联手对付他，否则死的就是我们了。两个废物！周云海，我已经让陆惊天灭了你们周家，你要是还想活命，就杀了这个。周云海，你千万不要相信他，他是在挑拨离间我们。我不会上你的当的。周云海，你这个不孝子孙，竟然得罪了陆惊天，我们周家破产了，你被逐出周家了。
都是因为你，我弄死你！你这废物！小七，你没事吧？我没事，亲爱的，你回家吧。